大家好，小园中的佛手瓜已经开始上架了，我们也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的修剪。家庭种植真的要看你到底有多少精力来照看你的蔬果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佛手瓜的基础修剪。对于没有太多精力的朋友，只要做到以下几点就已经足够了。第一，佛手瓜的生殖特点是节瓜相对于集中在子蔓和孙蔓上，所以从根部发出来的主蔓不要留得太多。其实无论是购买还是自己培育的种苗，第一条发出来的主蔓往往会被摘心，限制生长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一些从土里出来的主蔓，其实已经是从主蔓根部位置憋出来的侧蔓了。同理，种植佛手瓜只能保留一个主蔓，而小架子最多2个，大架子最好也不要超过3条主蔓，多了也只能是分散营养，无助于丰产。留蔓自然要选择健壮的枝条。第二，因为佛手瓜的分枝能力非常强，1米以上几乎是节节生侧枝，所以我都会把胸部以下所有的侧枝全部去掉，增加顶部优势的同时，让底部又能够通风透气。掐侧枝的时候，最好留出1寸的长度，这样会减少感染的几率。齐根掰的话，很容易带肉，从而伤到佛手瓜。第三一点就是胸部以上的主蔓侧枝就可以保留，但我说过佛手瓜的分枝能力非常强，几乎节节有侧枝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全部保留。所以我一般是等主蔓上架以后，根据你棚架的大小，每隔2-3个节点保留1个侧枝，也就是子蔓，让其在整个架子上能够均匀的分布。如果你的瓜架足够大，子蔓上的孙蔓也是这样保留。还有一点就是除蔓，如果我们在佛手瓜生长的初期发现长势非常不好的藤蔓时，就要及早的剪掉，即使它已经结瓜。由于茎秆相对细弱，后续结果的能力就一定不强，所以要及时的让新的侧蔓来替代它。第五，佛手瓜打尖摘心。主蔓可以上架以后就打尖，也可以长到棚架边缘时再来摘心。子蔓、孙蔓也是如此。摘心不仅能够限制疯长，还能采摘到美味的龙须菜来尝鲜。第六，就是在整个佛手瓜的生长期间，随时注意去掉那些多余的侧枝、变黄老化的叶子，以及那些没有起到辅助作用的卷须，也可以随时去掉。